我明明是个炮灰男配，身边所有女人都被男主无情吸引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现在似乎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曾经跪舔男主的高冷总裁，如今却时刻关注我的动态，一直看我不爽的青梅校花，天天都在忙着悄悄尾随我。就连前世害的集团破产的姐姐，现在都恨不得每天和我贴贴。此时唐小婉有些嫉妒地瞪了我一眼，真是便宜这头野猪了，那可是亿万家财啊，还白送一个可以欺负的老婆。而我正用手机刷着一些武术视频资料，格斗入门熟练度也在不断增加。宋婉柔则捧着我为她调制的天空之梦，微笑静静着看我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冷婉秋也来到晚宴上，很多富豪都向她敬酒。在众人的恭维下，冷婉秋是占据着绝对的高位，拥有着绝对的自信。白娇娇厌恶地看了眼冷婉秋，老公，就是这肥婆欺负我们儿子。宋天成苦笑一声，虽然她确实是肥婆，但是你小心别被她听见了，她背后的能量大得很。当初我想压下去那些造谣的舆论，就是因为她才失败了。白娇娇冷哼一声，咱家儿子哪里得罪她了？她那分明就是想要往死里整我们儿子。宋天成皱紧眉头，他的想法还是查清楚到底有什么误会，最好还是双方较量到此为止，不然宋家总会是损失更大的那一方。他低声和白娇娇说了些什么，白娇娇虽然心中很不满，但最终还是没多说什么。宋天成端起一杯酒，走向被众富豪簇拥起来的冷婉秋，脸上带着谦逊的笑意。冷总，我是宋氏集团的宋天成，你来到魔都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一直与你无缘相会，今天遇见了，可要敬你一杯。冷婉秋故作惊讶地转过头，眼神之中带着点轻蔑。宋天成，你也是魔都的1号人物吗？宋天成眼中愤愤一闪而逝。冷总说笑了，你我虽然未曾见面，但是商场上我们也算是打过一个照面了。冷总不愧是从京都来的大人物啊，让我这个魔都小小的马前卒当真是领略了一下什么叫做硬实力，上面有人就是豪气就是霸道。宋天成举起酒杯全部灌下。冷总，我很想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，这矛盾是能化解的还是不能化解的，请您给个准话。冷婉秋上下打量宋天成，不愧是白手起家，仅仅依靠老婆的几十万嫁妆就发展到坐拥数百亿集团的总裁。他心中依旧恼恨我在咖啡馆给他难堪，但同时他也怀有一丝希望，我是不是知道怎样能治好他？而且他好像前世和我关系暧昧，晨曦背叛了自己，而宋墨帮助了自己，但却被自己背刺。这样想着，冷婉秋的心绪也极其复杂。冷婉秋想了想，冷声道：能不能握手言和，关键不在你我，而是在你儿子身上。宋天成不理解，为什么？据我了解，我儿子应该和你完全没有交集才是，若不是你在网络上。冷婉秋忽然喝道：宋总慎言，敢做不敢当。宋天成也真是气笑了，背后诋毁，用上面的权力压制算什么本事？这时白娇娇给我打电话找我速来，我伸了个懒腰，终于可以回去了吗？这宴会简直是毫无乐趣可言啊！于是我带着宋婉柔走进去，安以诺看见后冲唐小婉道：小婉，你要不要进去和我爸打个招呼？唐小婉心里好笑，看破不说破，爽快道：好啊！我们刚走进会场，立刻感受到很多打量的目光，在场这些都是上百亿市值集团的富豪，但我毫不怯场。比起巴黎剧院上出席观看表演的那些出身数百年历史的贵族，拥有着庞大商业帝国的资本巨鳄，眼下的只是小场面。倒是其中一个身影瞬间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冷婉秋竟然出现在这里，看来今晚有的玩了。冷婉秋听见心声，面色顿时一黑，压抑的情绪瞬间爆炸。宋家还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啊，人长得俊，听说也是满腹才华，只可惜品性好像不太好，之前欺负了我的弟弟，校园霸凌害得他得了抑郁症，这些天连上学都不想去上了。宋总，你是讲究人，你说说应该怎么教育一下你的儿子？打骂你也舍不得，要不跪下来道歉好了。冷婉秋嘴角噙着一丝冷笑，心中的那些疑惑、前世的不解统统不管了，她要先驯化好这个小男人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听话再说，然后从他身上得到解决自己那古怪病症的方法。冷婉秋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极端自我的人，她明白自己的优势，现在的她掌握着庞大的资本，正是拿捏我的最好时刻，不然的话等到我成长起来，她的优势便荡然无存。以为重生之后便能掌控一切了吗？可惜你所有想法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料想前世也是你帮助了我，这一世重新帮我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？你放心，前世受了委屈我也会补偿你的，只是你得告诉我到底怎样治病。冷婉秋自信能拿捏我，能读懂我心声的她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于是她对着我轻蔑俯瞰，你要是不想跪下来道歉也可以，你去和晨曦互相道个歉吧，然后今晚陪我出去吃个饭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并且为了表示弥补，我会将冷氏手上的资源让给宋氏集团一些，并且两大集团在业务上开展全面的合作。冷婉秋说的话让包括我爸妈在内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，刚才听见冷婉秋说要我跪下道歉，爸妈脸都青了，没想到竟然只是虚晃一枪，作为口头上的警告吗？现在的架势看起来冷婉秋是想要化干戈为玉帛啊。冷婉秋笃定我会接受她的条件，商人重利，按照她的思维，我选择和解自然是最佳的解决方案，何况还能得到她的资本扶持。至于为什么要让我和晨曦和好，和她吃晚餐，这是冷婉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。自从听到我的心声后，冷婉秋便相信了晨曦是那种薄情寡义的人，但是她并不是很在意。晨曦就像是一只小狗，只是主人空虚之时的运戒罢了，最大的作用就是提供情绪价值。她都不敢相信她以前这么天真，竟然对养的奶狗这样上心，但是以后不会了。自从听见我心声后，晨曦对她而言则有了另外的作用，就是用来刺激我并且将我掌控的工具。宋墨和晨曦有仇，只要他讨好自己，我就惩罚晨曦，再用上一些手段暗示宋墨自己喜欢他，用点狠活折磨晨曦，挽回自己在宋墨心中的形象，让他知道这一辈子和上辈子不一样。宋墨以为自己是最大的赢家，实际上他冷婉秋才是藏在幕后的黑手。想着冷婉秋那双眼睛出奇的明亮，带着点妩媚的意思，直勾勾盯着我，期待着我做出回应。很快他如愿以偿地听见我的心声，冷婉秋又在想玩弄什么把戏，真是可笑。前世陪伴在他身边那么久，我能不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伟人？他自私自利，绝对精致利己主义者，他能为了我的陪伴而夜为起莲，说尽甜言蜜语，也能为了心中不甘重新去舔晨曦。像他这样心灵比起外表更加丑陋的女人，
真是看见就觉得倒胃口。白娇娇看着我，忽然开口道：“儿子，不要为难自己，不要让自己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不管你怎么选择，爸妈都支持你。”宋天成也附和：“儿子，你妈说的对，按照自己的本心来。”我微微触动，有这样的爸妈真好啊。对上冷婉秋灼灼的目光，我轻轻一笑：“冷总毕竟是冷总，这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的套路，玩的还是这样熟练。只可惜我拒绝。”我一字一句，语气前所未有的坚定：“我没有错，不会道歉。道歉的应该是那些无耻重伤我的人。还有，冷总，我很不喜欢你。一起吃饭这件事还是算了。”直接回怼，真的神清气爽。老子重生一趟，可不是来低三下气找气受的。他妈的，这肥婆还想得挺美。宋婉柔用力握了握我的手，对上她关心的目光，我微微一叹：“姐放心吧。”我以为宋婉柔是害怕我得罪冷婉秋，殊不知宋婉柔其实只是关心我的情绪而已。冷婉秋原本自信得意的面色刷得黑了下来，声音中压抑着怒火：“所以这是要和我死磕到底喽？”她万万没有想到，明明已经给了台阶，我竟然不肯下。她只是重生，又不是投胎到大财阀家里去了。不知道对于冷氏集团来说，宋氏集团只是小公司而已吗？她冷冷威胁道：“你真的想好了？你要清楚和我都是什么下场。你大可以一个人逍遥自在，但是你爸白手起家打拼下来的家业，你妈晚年富太太生活的保障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？”撕破脸皮之后，冷婉秋已经在明牌威胁，现场气氛瞬间冷场。有人开始劝说：“你这孩子真是不懂事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嘛。人家冷总明显是在给你台阶下来，你怎么就不懂呢？你是不知道冷总的能量啊，那可是京都来的大人物，人家不但要和你和解，还要跟你合作。要是我的话，早就已经感恩戴德了。”我大手一挥，冷冷道：“那你就去感恩戴德吧。”又看向冷婉秋：“冷总，这个世界不是谁拳头大谁就掌握真理的。如果你觉得是，那我也尊重你，然后用拳头让你讲道理。”我完全正面刚，心中已经做好打算。在国内有着冷婉秋作对，宋氏集团无疑会持续走下坡路。与其让父母因此郁郁寡欢，不如直接将国内的市场拱手相让，随后转战国外市场。冷婉秋真是气笑了，没想到宋墨竟然是这样一个感情用事的蠢材，做出这样不理智的决定。难道真的要和他打一场商战吗？冷婉秋自信能赢，甚至能轻易将宋氏集团拖垮。可是这一切到底有何意义？他只是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罢了。冷婉秋脸色不停变换，他意识到我不是晨曦那种可以随便拿捏的小奶狗，而是一匹好斗的狼。他咬了咬牙，恶狠狠道：“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等到宋氏集团被全面压制，我看你还硬气不硬气？”事已至此，几乎是完全撕破脸皮，并且正式宣战了。正当大家都以为今天最精彩的部分已经落幕的时候，忽然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：“宋墨，你别怕他，你是我安以诺的同学，我站在你这边。”在场的众人都有些惊讶，魔都安家千金大小姐，势力丝毫不逊色于冷家，而且还是魔都本地世家。只是安家大小姐应该不蠢，仅仅是同学关系的话，她为什么会帮宋墨出头？难道是小丫头春心萌动，想要美女救英雄啊？